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9月18号起赴俄参加中俄第18轮战略安全磋商。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王毅。王毅表示愿同俄方一道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双方还就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访俄期间，王毅还参加了中俄蒙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晤，并分别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蒙古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恩赫巴亚尔。普京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表示，今年3月，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体现了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自那以来，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正在逐一落实，两国经贸、人文、体育等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今年以来，俄罗斯已克服美西方单边制裁冲击，经济开始恢复增长，各种机能正常运转，期待同中方加强规划、深化务实合作。俄方高度赞赏并积极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反对对倡议的歪曲抹黑，愿加强欧亚经济联盟同倡议对接，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普京说，当前国际局势演变充分印证了习近平主席对百年未有大变局的战略判断。在俄中等各方共同努力下，金砖国家今年成功扩员，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俄方愿同中方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保持密切协调，抵制单极霸权和阵营对抗，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王毅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两国元首今年成功会晤，共同擘画了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的蓝图，为推动双边关系深入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劲动力。王毅说，习近平主席强调，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世界多极化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逆势前行，单边行径不可持续，霸权主义不得人心。中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推动世界发展进步负有重要责任。双方要加强多边战略协作，维护两国正当权益，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做出新的努力。多极化在加速的演进，经济全球化在逆势的前行。中国和俄罗斯，我们作为两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我们对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承担着重要的国际责任。王毅又指，愿同俄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进一步夯实中俄友好的民意和社会基础。我们来共同维护好中俄的共同的正当的利益，同时呢，也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来做出我们两国的新的贡献。双方还就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在乌克兰问题上，普京重申，俄方愿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21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对于普京10月将访华的消息再度进行了回应。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今年10月举行，中方正就此同“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保持着密切沟通，我们将适时正式发布相关消息。我们欢迎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和伙伴届时来京，共商合作大计，共谋发展之道。普京上一次会见王毅是在今年2月，当时王毅应邀先后访问法国、意大利、匈牙利和俄罗斯，并出席第59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之后3月下旬，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访问俄罗斯。外界关注到，王毅9月的外交行程十分密集。在会见普京前，王毅还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第18轮战略安全磋商，举行中俄盟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晤，并分别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蒙古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恩赫巴亚尔。而这次中俄高层互动，不仅因为在俄乌冲突等背景下备受关注，更因为王毅此前刚刚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会晤，这引发了不少西方媒体的瞩目与解读。实际上，中俄双方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保持日常接触和交流是例行动作。王毅此番赴俄也是举行中俄第18轮战略安全磋商。
战略安全磋商是根据2005年中俄两国元首的倡议建立的，是中俄之间的传统磋商机制，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双方一般会就重大战略安全问题进行磋商、协调、对表。的确，从俄乌冲突以后，各国对安全、对战略安全的重视更加提高了。相比经济发展，安全更重要。如果连安全都不能保障，那经济发展就谈不上了。中俄两个国家呢，恰恰是在战略安全方面是互为大后方，互为对方的最可靠的一个依托。两个国家呢，在应对其他方向的挑战的时候呢，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形成一个背靠背的这样一个安全依托的关系。不过，在目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俄加强互动依然被不少西方国家过度解读。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近日发表题为“中俄加强战略磋商不会看华盛顿脸色”的评论指出，中俄关系被美西方严重污名化，这甚至成为美西方国家日益显现清晰的舆论战略或者说认知战。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外交往强调结伴不结盟，而且是全方位外交，希望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无论对待俄罗斯还是对待美国，中国的态度都是一贯和稳定的，那就是我们始终抱着最大的善意和合作的诚意与他国交往。中俄都是具有很强战略自主性的大国，双方的互动光明正大，绝不会看华盛顿的脸色来搞外交。的确，最近呢，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包括对中俄关系都是污名化啊，说这个中俄关系呢，是影响了世界的其他国家的安全，影响了地区安全。就是美国现在实际上是真是有点缺乏自信了。原来自信心很强的时候，从来不用靠污蔑别人，因为他自己觉得显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的成功的发展模式对其他国家有吸引力。但现在呢，越来越不是这样的。中国这个模式呢，对其他国家很有吸引力。我们倡导的这些多边合作机制呢，现在是蒸蒸日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会见王毅，今晚媒体普遍高度关注普京在会见中确认接受中方邀请，参加下月举行的一带一路合作高峰论坛。那么这两天也有外媒连续就此向外交部发言人提问，那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俄罗斯总统会见王毅是在圣彼得堡，那此前一天呢是在莫斯科，王毅和俄罗斯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罗舍夫共同主持中俄第18轮的战略安全磋商，参加中俄蒙安全事务高级代表的会晤，先后呢会见俄罗斯外长与蒙古的国安会秘书长。而在抵俄之前呢，王毅还在南欧岛国马耳他和美国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进行了2天多轮、长达12小时的深度的战略沟通。那么同样也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所以这确实是高强度、高负荷、马不停蹄、连续转场的一周。那么大国全方位外交的节奏可以说根本停不下来。就圣彼得堡最新的会见，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与王毅会谈时的强调，这呢再次体现了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法新社今天的电稿特别呢就以此来作为标题，说中国外长强调北京与莫斯科必须深化合作。王毅此前在莫斯科期间就已经明确表态，这呢实际上也是在外交与国安层面来坚决落实中俄两国元首的共识。中俄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双方呢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不受第三方的干扰，更是呢不会被第三方所左右。那么外媒尤其关注普京在会见中愉快接受中国元首就出席“一带一路”合作高峰论坛对俄发出的邀请。这一方面是因为峰会本身它的重要性与关注度，“一带一路”深刻影响并且塑造了世界，有力推动了全球治理。所以呢，下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必然是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也是具有全局意义的全球大件事，是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盛会。另一方面，普京如果参会成行的话，也将是他今年首次离开俄罗斯外访，自然是格外吸引眼球的。我们也知道，之前呢，俄罗斯元首已经连续缺席了多场国际峰会，普京海外行程的突破，势必呢牵动各方的神经。那么在您看来，普京在会见王毅时就“一带一路”的表述释放了哪些关键信息呢？有何针对性？
外交部官宣通告中有关“一带一路”的普京表述，主要呢是这样几句话：俄方高度赞赏并且积极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反对对倡议的歪曲抹黑，愿意加强欧亚经济联盟同倡议对接，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首先，俄罗斯方面相当认同“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的共建、共享、共赢的合作理念。普京使用的表述是高度赞赏、积极支持。而根据克里姆林宫发布的声明，普京在会见中就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国家利益完全一致。参与峰会无疑呢是在最高的层面表示赞赏、支持的具体的行动。那么其次，从俄罗斯自身的发展需求与外部拓展的空间来看，俄罗斯目前正在推动建设欧亚经济联盟。这一联盟呢，由包括俄罗斯在内的7个国家构成。普京就明确，我们基于共同愿景构建的欧亚联盟与“一带一路”对接空间巨大。那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普京还强调反对歪曲抹黑倡议，这无疑是很有针对性的。这实际上也代表了“一带一路”倡议所有的参与国、受益国的一个共同的心声。举个眼前的例子，那么斯里兰卡总统纳尼尔·维克拉马辛格，他在参加联大会议期间就特别为该国汉班托特港喊冤证明。事实上呢，美西方歪曲抹黑“一带一路”倡议，斯里兰卡的汉班托特港是一个饱和攻击的火力点。那么对他所谓债务陷阱外交的不实指控，可以说是满天飞。对此呢，斯里兰卡总统就明确否认，反呛美西方对印度洋的这个理念认知极其肤浅。他强调说，汉班托特港是由中方的企业来负责商业运营，但是呢，安全事务是由斯里兰卡海军负责的。那么中方在斯里兰卡所谓开建军事港口，完全是子虚乌有。斯里兰卡总统呢，他甚至直言，所谓的印太概念其实纯属人为的一个框架。Nobody knows what's Indo-Pacific， 没人知道印太到底是什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办好下月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吸引更多的国家积极参与，有更多国家的领导人到会来论道，本身就是澄清、回击、歪曲、抹黑的一个最有效、最有力的方式。所以我们格外期待下月的峰会召开，凝聚多边共识，推动全球治理的大场面与行动力。